我原本1、2楼的网路都会通，可是我3、4楼的某一些网路孔接上去，网路就是不会通。他问我为什么，是坏掉了吗？还是线要重换？你可能会想说，那建商盖房子为什么没有帮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他不负责设备。究竟建商只愿意负责什么呢？大家好，我是弱电动小罗。相信现在很多朋友还是搞不太清楚家里网络设备的功能，以及家里常会出现的网络架构有哪些。那等一下呢，小罗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及认识它。马上开始咯。好，那接下来小罗要跟大家说的部分是，一般家里网络的设备组成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数据机。数据机呢，是我们跟电信业者申请外部网络的时候，电信业者所提供给我们连接上网所使用的设备。那目前常见的业者有2个，第一个是中华电信，第二个是第4台。那讯号来源的方式呢，以中华电信来说，常见的就是电话线路或者是光纤到府。那以第4台业者来说的话，就是以同轴电缆为主。第二个设备呢，就是路由器。一般我们在家里所使用的联网设备，在要能够正常上网的情况下，每一个装置呢，都要向提供外部网络的电信业者取得一组对外可以上网的 IP 位置。但是，当我们只跟电信业者申请一组外部网络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取得外部的 IP 的数量，并没有办法直接满足内部所有要联网的装置。所以路由器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在内部建立一个私人的区域网络，并且给内部所有要联网的装置呢一个 IP 的位置，让这些取得 IP 位置的设备啊，可以透过路由器对外共用一组 IP 来达到正常上网的功能。而路由器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叫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器跟路由器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刚刚所讲的路由器的功能，在无线路由器上面它都有，但是无线路由器比路由器多了一个无线讯号分享，也就是 WiFi 分享的功能，可以提供无线装置连线使用的。第3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无线 AP，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无线基地台。无线基地台跟路由器有什么分别呢？基本上无线基地台它是不会自动配发 IP 的，只有路由器才会。所以无线基地台它如果要正常能够使用的话，它前端一定要搭配一台路由器，它才能正常使用。而你可以简单把它想象成是，它就是一个将有线讯号透过这个无线基地台转成无线讯号，发送给无线装置连线使用的一个设备。好，那第4个呢，就是所谓的交换器。交换器对一般没有网络设备概念的朋友来说，它就是帮助你增加实体网络接口的设备，主要是用来负责做资料的转发，它可以将资料准确的传送到其他的装置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终端设备，也就是最后使用这个网络的设备。当然有分成有线装置跟无线装置。有线装置呢，就比如说像我们的监视器主机啊、NAS 啊，或者是 MOD 等等，这些都是走实体的有线网络。那无线装置的部分呢，就是更简单了，那就像我们使用的平板、我们的手机，这些都是属于无线的连接装置。好，各位朋友，我们在开始正式进入介绍架构之前呢，小罗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所讲的所有的网通设备里面呢，它绝大多数的孔位都是由 RJ 数的接口下去组成的。那除了所谓的交换器，它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区域网络，就是 LAN 的接口所组成的以外，像是所谓的路由器或者是无线路由器，它都是有 Win 的接口，还有 LAN 的接口，就是外部网络接口跟内部网络接口。那以现场这一台无线路由器来说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有用颜色去做区分，蓝色的是外部网络接口，也就是 Win 的接口。那这个橘色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区域网络接口，LAN 的接口。像我旁边这一台纯路由器来说的话，它就没有颜色区分，但是上面有英文字，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写 WLAN1， 然后旁边是 WLAN2， 因为这台是双外网型的哈。那它旁边呢有写 LAN， 这边都是 LAN 的接口。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简易的判断。基本上 Win 的接口绝大多数都是接中华电信后端所延伸出来的网路线。那 LAN 的接口呢，通常都是去接我们终端要连接的装置，其他的电脑啊那些设备。好，那接下来要跟各位朋友说明，家里常见网络架构的部分呢，我们就交给我们场外的博士。
好，谢谢小罗。我们这边呢，紧接着跟大家介绍我们在实务上比较常见的几个架构。其实最简单的架构呢，一开始是中华电信，然后之后我们就直接去连线我们的 PC 了。这个最基础的连线方式呢，是我们早期的时候比较常见的。我们一般申请中华电信的网络，甚至中华电信都会直接把数据机拉到你的电脑旁边去。那以这个结构相对简单来讲的话，其实这样的架构，前面讲的路由器啊、switch 啊，这基本上都不会用到。它在查修上面其实也相对简单。如果假设今天你申请的是1G 的网络，然后你的电脑本身也有1G 的网络卡，我们只要注重中间这一条网路线的架构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需求就可以了。这个架构是相对简单的。当我们就是时代变迁，电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在有线连接的情况下，假设这一台电脑我们现在可能要5台的情况下，那怎么办？我们中华电信的孔它的后面它链孔其实只有4个。那当我们有5台电脑要去对它做连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有线路不够的状况出现。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什么东西呢？前面小罗讲的 switch， 其实它的功能很多，但是在一般家用的情况我们唯一会用到的功能，就比较常见用到的功能，就是来扩充我们不够的网路孔。所以我们之后的架构就会在我们中华电信的数据机后面，它的网路连线呢，然后之后再去连接我们的电脑。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第2种状况。原本的数据机它的网路孔不足以应付后面的终端设备，所以我们中间就要加一台 switch， 就是网路交换器去扩充它的孔位。我再分享一个网友比较常会跟我问到的问题，他常会问我说，我原本1、2楼的网路都会通，可是我3、4楼的某一些网路孔接上去，网路就是不会通。他问我为什么，是坏掉了吗？还是线要重换？我就会问他说，你家里是不是1楼会有个弱电箱？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网路线是没有接起来的。如果是的话，那你去买一台网路交换器，去把它全部串起来。其实我在讲的那个区块，就是在讲弱电箱这个区块。比如说，一般数据机现在都很多都装在弱电箱嘛，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网路线过来这边，可能有10条。这台数据机它就是有4个网路孔，中间会有6条网路线，它是没有接的。你可能会想说，那建商盖房子为什么没有帮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他不负责设备，他在做建制的时候，他只管点到点之间有没有通。那其实我们如果对网路架构有点清楚的话，用一台switch，我们的来源端的线呢，只要接上它其中一个孔，它就会多7个孔位可以让你接。我再分享一个常见的第2种状况，画一个楼层给大家看，1楼、2楼、3楼、4楼。家里它是数据机，然后网孔不够，所以我们加了网络交换器。那通常我们在家里自己使用的时候，假设我们要无线 WiFi， 需要那后面的孔位在增加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常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直接去网络上买一个 AP， 这是第3种我们比较常看见的状况。这个在网络上现在买有些很便宜，大概1000块上下就可以买到的无线 AP 呢，它本身都有无线路由的功能。前面小罗讲啦，这个无线路由器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它后面会再自己建立一个区网。我们一般后面会再下挂一些设备，譬如说电脑用无线连线的 WiFi，每个楼层都是一样。然后这边可能就是 PC， 然后这边无线 WiFi， 然后这边再接假设接一台 NAS。假设我们今天的情境是我家里所有的设备，不管怎么样的组成，我只是要能够上网的话，这样的架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假设说2楼的这个架构里面有一台 NAS， 我在4楼的这一台 PC 呢，我希望能够透过内网去连这台 NAS， 你这样的架构其实是不行的。原因是因为前面小罗讲过说，无线路由器它本身会自带建一个内部区域网路。我们在这个设备的底下呢，其实它是一个区网，然后这边一个区网，这边再一个区网。其实它各个区网中间是不互相干扰的。简单讲也是说，你没有办法透过内部网络去连线。但是这样的架构可不可以使用？其实可以，因为其实 NAS 它是可以到外网，所以一般的连线方式可能会变成我们没有办法用内网的方式连线。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方式可能就是会 PC 连到这台路由，经过这台 switch， 然后到数据机，出去外网之后呢，它再回来到交换器，然后再回到2楼这台 switch， 然后这台 NAS， 这个是它的一个流程，就是使用上其实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以这样的架构来讲，真的是最常见的。由于我们现在对于网速的要求越来越高，我 PC 跟 NAS 连线的时候，我要跑到1G 的网速，我们当然就会卡在前面这一段。如果假设只有100 M 的话，会衍生第4个架构。第4个架构比较复杂。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3个架构啊，会有个问题，就是它并不是建立在同一个区网底下。所以当我们可能家里有物联网啊，或者是 NAS 啊，或者是你的电脑要跟 NAS 连线啊，就没有办法
走内网的方式去连线，所以我们最后衍生到后面稍微有点网络基础概念的，在家用的情况下，最后都会建立一个大区网，所以它的架构其实就会变成类似这个样子。它在中华电信的数据机底下呢，它就会多一个路由器或者是 IP 分享器，它不一定有无线的功能，再经过一台 switch， 那这台 switch 会不会一定存在呢？不一定。我们这个前面有讲了，它是孔位不够的时候增加孔位用的，所以它不一定会存在。但我先把它加上去，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是透天啊，或一般住家的话，一般4个孔其实都不够用的。它到各个楼层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发现，就是我又拿了这个无线路由器放在这边。无线路由器前面小罗有讲到一个无线基地台，它不做内网的建制，就是它不会自建一个区域网络，它只负责把它接收到的讯号或者是无线讯号转成有线讯号的方式往前回传。那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买的无线路由器呢，其实它很多都可以转成无线基地台的模式，它有模式转换。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要进去这个设备里面做设定。当然，有些市面上我们现在看到那种3个一组的那种 Mesh 路由器有没有？它本身是会自己做转换。假设它一台在前面，当它后面再接一台相同的设备的时候，这一台它自己会知道它要变成无线路由器。无线基地台，不好意思，口误，它自己会去做转换。当它转成无线基地台之后，它本身就不会再自己建立一个区网。这样架构的情况下，我们的区网是在哪里呢？其实在它底下，等于就是我画起来的这个大区域，我们全部都归这一台核心去做管理。假设我今天建立的这个区网的所有设备，这个规格有1G， 那它的底下的链孔的规格也有1G， 这边的每一条连接的网路线都有1G。的规格，无线基地台也有 ，PC 本身的网卡也有1G， 然后 NAS 也有1G， 建立的整个区网都是有1G 的骨干。对于我们在使用流量比较高的资料的时候，在跑会比较顺畅。假设我这台电脑要从 NAS 里面拉一个蓝光的影片过来看，我在以这样的架构来讲的话，它不用透过外网之后再回来，速度会比较快。这也是最后比较常见的方式。我这边还是要重申一个部分，就是它所摆放的位置呢，其实会因为应用的需求，我做一个情境假设给大家看哦。譬如说，我今天在这个无线路由器的底下，譬如说它原本有4个链孔，但是我可能这边除了 NAS 之外，我还有 PC 5台。那这个情况下怎么办？我再加一个网络交换器，我就可以同时连接所有的设备，因为它的功能主要是增加网络孔位。那无线基地台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把无线讯号透过有线的方式回传，它只做转换的动作。路由器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建立一个内网，收集内网所有的资讯之后，再把它传送到它应该要去的地方。这个我们就不太需要研究了。这个不管是第4台啊，或者是中华电信啊，基本上的功能就是你只要租它就存在。一般来讲，它其实也可以做设定，它也有基本的路由的功能。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动它。家用的基础架构大概就是这样。那这边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把这个现场还给小罗。好，那最后呢，小罗来跟各位做一个总结哈。我们一般从源头开始呢，就是所谓的数据机，再来就是路由器，再来就是交换器，无线基地台，最后呢就是所谓的终端设备，大概就是这几样。那至于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几种家里常见的网络架构，它没有一定是哪一种是最标准或是最好的，这完全取决于你现地现况跟你手头上现有的设备而定。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边，希望今天的内容你会喜欢。如果有什么没有补充到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又或者是你有希望我们能够拍摄什么样的题材，也欢迎底下留言一起告诉我们。我是小罗，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喽。哎呦，好难念哦。我觉得实作比较简单哦，这个他坐在这边真的是很难呢。他就是帮助你，他就是感谢你。好。